悬崖峭壁发现远古石门，当地老人直言，此处为土匪山寨。主家才是坏人，原他就马这边在拿金色哈。内部别有洞天，机关重重，十分可怕。因地处半崖，几百年来从未有人涉足。那么石门背后究竟隐藏何种玄机？今日我们将采用专业 SRT 技术，进入内部机关暗道，实拍困扰当地村民的百年未解之谜。今天呢，咱们是一行7人准备去往这个余贵分界处的大山里唯一一个石门山寨里面去一探究竟。因为这个寨子它是处于悬崖绝壁，近500年来呢，没人能进入其中。我们今天呢也是去看一下里面究竟还有什么遗迹里面的环境是怎样的。好了，话不多说，开搞。根据当地向导带路说这个寨门呢就在这个悬崖的上方。哇，这里能看到建筑了。哇，这个悬崖非常的陡峭，而且这里是悬崖中间的一条羊肠小道。那里也有城墙，但是这里爬不上去我们看一下石门究竟在哪里，然后待会儿用无人机勘测一下线路，马上就可以进入这个石门寨了。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就在这个上面在这个位置。李涛在这里准备他的装备，袍哥队长正在开线马上我们就可以进入这面神秘的石门了。哇塞，这里看上去很高这真的是一面绝壁。袍哥和我的所有队友都已经上去了，我现在呢也是穿戴好了所有专业装备大家一定不要模仿。我们马上呢就进入这个绝壁石门去看一下这个石门背后究竟封锁的是些什么遗迹，究竟里面藏着什么秘密。好了，我们马上开干，大家一定不要模仿。看这个石门就在我的前方，看到没有？哇塞，这看着非常的神秘而且那里有一个门柱孔，这旁边有这个门板，上面还有门梁，下面应该有门槛。好，我们继续上升。大家有很多疑问，我们是怎样爬上来的大家看这个脚蹬呢是连在这个手伸上面，手伸往上推，然后一拉一蹬，这个胸身就会往上滑一下，然后这里就卡住，这样就上来了一步反复操作，最后就爬上来了。现在已经抵达了这石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下面有个门柱孔，上面有个门柱孔，也就是说曾经这里应该是双层石门，看到没？哇塞，我不知道它这个石门前面曾经是不是有梯子不然的话它这里开到石门的话，如果当时是用绳子的话，它没有这些专业装备也是无法上来的，这个就有点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了。可以看到这里面空间非常的大，看到没？里面看到黑漆漆一片这就是我们用无人机看到的这个石门的全貌了。我现在呢就进去了，看一下这里面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我勒个去！这个石门它是能活动的。这样能关上。哇，太重了这个石门可能有300-400斤。这个上面呢它是封起来的它这个是依山而建，因地制宜，把里面的碎石块呢拿来封住了这个门框这边用这个石板呢做了这样一个门框，然后就把这个大石门呢给卡在这里了。然后这里面是什么样的环境呢？里面是这边好像是一个灶，这里是个灶，和这边就是袍哥看线的这里它也是用这个石头给堵起来的，看到没？这里曾经是一个窗口，它是一个自然的喀斯特溶洞。我们看一下，这里还有2块石门，哇！这应该是我的队友他们找到的这个大铁锅，这里面发现了这么大个铁锅但是由于年代太过久远，已经腐败不堪了。看到没有？这里还有2扇大石门，里面似乎有个通道，但是不太深，这有可能就是外面的那一道石门。哇，这洞腔还挺大，上面挂满了形形色色的钟乳石。哇塞，这里还开凿的有一个方孔，应该这里做的有一个越阶，这个里面应该是几层呢？哎，没有洞道了吗？这里不深吗？看一下。哇塞，
什么环境里面？塌方。哦，我看一下。哦，好。哇，这边这边有一个很狭窄的裂缝。哇塞，看一下这边是什么样的环境。哦，手动道，这里面有这个石灰岩和这个沉积岩，它是在这里完美的结合了。好，我们回到主动厅，继续探索其他通道。这里面没有发现人工仪器，大家看到没有？这里还有梯步。这上面有个洞道。应该我的队友他们都是从这里爬上去了，因为这里有踩的脚印啊。这里还搞的什么东西啊？这里面还有好东西。好东西？什么好东西？我勒个去！这是什么？这是铜币。铜币。这个。哇靠！这还有一个。遍地都是铜钱。这还有一个。这里还有一个，这还有一个。我靠！这个什么虫？好多铜币啊！看到没有？这不值钱。我捡到了2个。你捡了2个？我来看一下吧。我的天哪！看一下。这不要了，都锈成这样子了，不值钱。在哪里？这里。你小心一点。你这么捡到的？这也是铜币。200，这是200分吗？200文吧，这是200文。这是铜钱儿，那个一个铜本就是1文，这个一个相当于那个200个，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盖盖吧，瓶子的盖盖。铜钱的盖盖，罐罐那种。铜钱盖。一个放起这样扛起。好，我看一下。哇，这里面的洞道还挺叫富甲岔洞。但是这种小洞道像迷雾一样。是有这些仪器，但是这个我们不要带走，就放在这里吧。放在这里，让后人去研究吧。我们继续探索其他洞道。你那个洞道深不深？刚才你爬的那个？岔洞无数。好，我们继续探索这个洞道。现在我就从这个下面爬上来了啊，可以看到这边是它的主动厅，然后这边这个洞道非常的深邃。哇塞！我的队友应该都在前面。走，我们继续前进。要爬哟。要爬？爬吧。爬过去看一下那边是什么样的环境。这个甬道真的非常的狭窄啊，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宽度差不多是70多公分，然后它的高度可能只有60公分这个样子。走，咱们继续上路。哇塞，这里面非常的干燥啊，而且这个地上有很多这种形状非常规整的石头，看一下，这个像磨刀石一样，看到没？形状非常的规整。然后走到这里呢，好像是分成了几个洞道，这里是几个洞道啊？左边有一个洞道，里面有非常多的乱石，右边有一个洞道，可以看到这都非常深邃。老规矩，我们先走右边，走，你这边，你上前吧，后面你会害怕。走，我们要记得啊，我们是从这个洞道进来的。好，继续出来。哇塞，这个洞道也是非常的扁下，看到没？非常的深邃啊。走，咱们继续前进。这是什么动物的粪便？有动物的粪便？对。哦。而且好大颗。你看到了吗？我看见它的刺了。豪猪的刺。那应该就是豪猪的粪便。没有。好多粪便吗？哇塞！这里遇到了一只豪猪宝宝脱落下来的刺，看到没？这非常的小啊，这细蒙蒙的都是，而且这个应该就是豪猪妈妈的刺，这根刺非常的尖锐，
可以看到这个豪猪的吃它一个特点啊，中间有褐色的，中间是褐色的，两边是白色的，然后由褐色转为白色，渐变色啊。这里面应该是一个豪猪的脑巢。走，咱们继续前进。那边有什么发现，老师哥？也有小刺，应该我们现在闯入了一个豪猪的洞穴。这里就是一个豪猪的生活场所，这里有很多豪猪的粪便。我怀疑这个地方爬不出去啊！从那边出去的是什么情况？哦，看，我爬进去被豪猪家族给围攻了。有豪猪家族啊！哦，这里还有一根大刺，很大。哇，那个里面应该就有豪猪。对，照一下。哦，豪猪应该就是躲在那里的，那里应该是豪猪的寝室啊。啊，有可能。哇塞！这太神奇了！这个洞道是石洞道，这边洞道，哎，这边洞道也是很扁狭。这估计是豪猪在里面。豪猪才钻得进去。走，我们走宽敞一点。我们刚才是从哪边过来的？我们从这里过来的，然后往回走，记住我们来时的路哈。哇，这里应该就是豪猪在这里休息的一个场所，看到没？有很多这个树叶，看到没？做的窝。对，这边有个洞道，右边有个洞道。我们先走这边，看一下这里是什么样的环境。哦，这边又是一个洞道。哦，对，这是我们来时的那个左边那个洞道。哇，千万别迷路了，我的天哪，这里面真的四通八达。啊，应该是走这边。对。哇塞，这个石门山在里面真的是太神奇了。哇，必须得跟着前进。对呀。鸡毛？是鸟毛吧？有的。哦，对，那是紫孝东，那是紫孝东的巢。好的嘛。哇塞，这个洞真的四通八达。我们看一下它究竟通到哪？哎，你到哪里了？哇塞，又到了一个大厅。哎，这边有个洞道。哦，这边能看一下外面的阳光，看到没有？有2个窗口。乖，碎片。这里看下去是哪里？我们看一下。哦，绝壁！这边不要过来，这下面是悬崖绝壁，真的有点神奇啊！什么？瓦缸。这里有瓦缸。悬崖。哦，这里有很多瓦，陶瓷碎片。悬崖。这边也是悬崖绝壁，要走到这里。啊，那边有光。哇，这里也是一个窗口。哇，这太窄了，我勒个天！看到没有？这里能看到那个石门，这里真的有点意思啊，四通八达的。这基本上所有的洞道就全部探明了。哇塞，这上面是一些裂缝。而且这里有这个钙化物的结晶体，像鱼鳞一样，而且上面非常的闪，波光粼粼的，布灵布灵的，非常好看啊，像满天星辰一样。可以看到在这里，哇，好闪啊，像钻石一样。这应该非常多的年代没有人过来了。现在呢，我们就基本上把这个悬崖山寨里面全部探明了。在里面呢，共发现了一些铜钱，然后还有大铁锅，还有一个几个铜板还是什么，我们都丢在那里了，没有拿。然后呢，这时候我们就原路返回，从那个石门那里锁降下去。好了，那本期视频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感谢大家观看，关注我，带你看更多不一样的风景，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探险之旅。好了，拜拜。一个山洞贯穿几个省区，绵延几百公里，你敢相信吗？这是一处坍塌溶石的巨型山洞，相传几千水系先民躲避吴王追杀，撤回哥老大洞，再也没有出来。通过洞道前往了云南富宁，繁衍生息，至此哥老大洞内部成了永久谜团。今日随我利用安全装备进入其中，记录内部影像资料，拍摄不易，感谢您的支持。据说呢，这个哥老大洞通往了云南富宁县。此洞内部究竟是何景象？大家接下来呢就跟着我的镜头，咱们进洞一探究竟。
根据当地村民所说啊，当时呢吴三桂在对面的这个山上架了这个大炮啊，打在这个岩壁上面，然后这个岩壁上面崩落很多碎石，就在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啊。这个是当地村民所说啊，说实话没有史料记载，大家酌情观看。好了，我们现在继续出发。哇，这里有这个古城墙，据说这里是以前放大炮的位置。哇！对了，这个才是阁老大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台子砌的是非常的厚，差不多是4米来宽。这边也有古城墙，这城墙一直这样过去了。那就是当时。哦，这个上面被炸了哈。哦。停车上面那个台子那里啊。政府用大炮。哦。就把它给轰下来。哦，当时这个城墙很高是吧？就是和你坐在这里差不多。差不多一直过去哈。哦。这个兵攻不上来。哦，当时吴三桂就是这样轰的。当地那个老人说，他说有1000多人进去了，没出来。有啊。我们在这个石堆下面。石堆下面。当天已经开炸了，直接炸下来把它给。就在我们现在踩的这个石堆下面。对，在底下。在这个底下。真的。这城墙做的还是非常精致的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城墙的缝隙当中呢，有这个3合土，填缝的痕迹。可以想象，当时这里呢是有一道寨门啊，这个城墙的宽度差不多是2米左右，高度未知，因为上面已经坍塌了。然后这个城墙转角了，它是用的这个大青石啊，采用精雕细琢的这种方式啊，由石匠把它打得非常规矩。这里是一个标准的直角，它城墙的厚度差不多是4米来宽。据那位当地小哥所说啊，这个城墙一直延伸到了洞口的那方，差不多是30多米长，4、5米厚。整体的规模还是非常壮观的。我们现在呢就沿着这条小道啊，进到这个阁老大洞的深处，看一下里面究竟是何景象。到我手指的方向呢，就是它的洞道入口。它洞道入口宽度差不多只有8米左右，上下的高度是10来米哈。这个雾气啊有个明显的分界层，下面很清透的这个温度明显要低一些，上面有雾气蒸腾的这个温度就要高一些，所以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分界线。现在火妹已经走到前面去了，大家可想而知这个洞道有多宽，这个比例。刚到这个洞口呢，就遇到了这个形状相当怪异的这样一个石垛子啊，它是呈一个 S 型的这样一个围墙过来，然后在这边呢应该有围墙继续围出来的，这个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感觉这个围墙的形状啊特别怪异。这里面是一个深坑，深坑里面还有刨的痕迹啊，那里还刨了一个坑下去。这个巨大的水流声呢，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这是一个倒流洞，比如说阁老大洞实际上是一个小水洞啊，这个水应该是从我们停车的那个小河里面流过来的。这里也有，这个水并不干净啊，它是从外面的农田里面，沿着这个河沟流到里面来的。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小坑，而且有很多人在这里烧烤过啊。这个是现在的人在这里做的这个小灶，这就是一个小坑。这个小坑已经不太完整了哈。走，咱们继续前进。进到里面来了，冬天还是非常高大的，差不多20多米高，然后30多米宽。一路过去都有这种的小石院子，不知道这石院子是干嘛用的，有可能是以前住过人哈。看到没有，参差不齐的这种石头堡垒，这个像极了那个夜郎古国的城堡，有可能当时夜郎古国的这个人啊也在这里生活过，因为这个阁老大洞啊，从这个唐朝时期就有文献记载了。看到没，全都是一个一个的大石院子。那几位当地的兄弟已经撤回去了，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呢，洞道分成了好几个。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有一个，火妹那个面前有一个非常圆的洞道，然后这个地下河消失的这里有一个洞道，右上方呢还有2个洞道，所以说一共是5个洞道。我们现在呢就沿着火妹的那个方向继续前进，看一下这个洞道能否走通，因为这里明显是有一条小道过去的。小峰照一下那边洞口。
哦，对对对，那边有光，看到没？这个洞道里面是通的。哇，这个结构就非常稳定了。可以看到这个洞顶上面布满了形形色色的钟乳石。大家众所周知啊，这个钟乳石形成的年代啊，还有非常非常久。所以呢，这个洞道很稳定。我们就从这个洞道出发。在这里呢，发现了一个灶，而且这个灶里面呢，还有这个残留的小粉儿，看到没？很纯的硝啊，这个还是非常少见的，也是连通的，都通到了这里。这几个洞道全部通到了这里，这边呢也有一个大灶台，然后这个旁边也有这种石头院子。这个应该不是硝坑啊，因为硝坑没有这样做的。因为石头砌的这种院子的话，它是拦不住水的，硝坑呢必须是要堵漏的。在这个右手边发现了一个小洞道，上面也是布满了钟乳石，而且这里有一眼清泉，这个水就非常干净了。但是也不建议大家遇到这种水直接饮用，因为是硬水啊，含的钙镁离子很丰富。因为这个洞壁上面结满了这个非常通透的钟乳石，这个都是水里面的矿物质。从这个洞道过来，这里洞道又一分为二了。左手边有个洞道，右手边有一个，但是我在这里听到了向阳他们的声音，应该跟这里是连通的。向阳，啊，他们就在这边。我们走左手边的这个洞道，这里石头全部都是被水溶蚀成这种凹凹坑坑的这种景象，还挺好看的啊。然后这个前方呢又出现了两个洞道，这边一个，这边一个。现在这个河道就变得平缓了啊，咱们继续前进。可以看到这有很多生活垃圾啊，果然是有人类的地方就有垃圾。大家在这个野外游玩啊，还是一定要爱护环境，不要随手扔垃圾啊。这个本来有很多朋友说我们看到垃圾要带出去，确实这个工程量有点大哦。这里面垃圾非常的多，这个地上有很多鹅卵石，石头很漂亮。咱们继续前进。从这边的小溪沟过来之后啊，这个前面遇到了巨大落石，堵住了整个洞腔。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右边呢有一个小裂缝，现在我们从右边那个小裂缝继续前进。看这个景象，这个是鹅卵石啊和这个叠潭在这里进行了完美的融合。这个密集恐惧症的看着还有点害怕哈。可以看到这上面全是这样的石头，然后这个上面还有如意纹，好漂亮。然后再看这个石头上面有很多这样的水波纹，漂亮。走，继续前进。这个上面有这种小石旗，很漂亮啊。我们通过了这个乱石阶，我说怎么这么大的流水声？原来是两条地下暗河在这里汇集到了一起啊！可以看到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小瀑布，所以有很大的水流声。这个洞道是从这边继续前进的，这个右边有一个洞道。我分析这两个洞道是合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先走右边。到这边来了之后呢，这个洞道就变得很扁狭，这边有一个一线天小裂缝，我们深入一下，看能否通到那边的洞道。继续前进。前面是不是竖井？盲洞。是个盲洞吗？那这个洞道到这里就结束了。好，我们返回走主洞道。现在咱们又回到了这个地下暗河这里，我们继续向前面前进。看这个石头上面布满了金色的纹路，哇，这个太少见了吧！你们见到过这种景象吗？像黄金一样。咱们继续前进。这里有个小裂缝，我们过去看一下，像人工开凿的一样。什么？这里是直接通往了地下河，上面可以走。咱们穿过了这个狭窄的裂缝啊，这里就迎来了一片石林。哦，太漂亮了。然后它的洞道是从右边这个方向走的，这里就成了干洞道。咱们继续前进。这里是离暗河感觉越来越远了，因为声音很小。然后这边呢，好像是有各种各样的走道，看到没？这边还有一个岔洞，
快跟我来！哇，这上面好大的洞腔！我的队友他们也过来了，在这里呢遇到了这个洁白如玉的钟乳石，然后洞道依然很深邃，这就是一个钟乳石大厅。哇，咱们继续前进。这个地上有散落的钟乳石，这个应该是涨洪水的时候啊，这个冲下来的乱石把这个钟乳石给敲碎了，然后前面是越来越宽阔了。咱们继续前进。能够听到那个巨大的水流声就在我们的右手边。走，继续前进。这个钟乳石嘛，好漂亮啊！然后这个前面呢，依然是地下暗河的声音，然后洞道应该是往这边去了。从这个下面爬上来之后啊，这里就出现了这种乱石堆。哇，这个洞腔还挺大。上面有这种白色的菌类，然后这里好像分成了好几个洞道。左手边有一个裂缝下去，好像是盲洞。什么？我们跑到下去过来看看。沟虾？对，沟虾。对，这里有沟虾，总算发现了洞穴生物。然后这个洞顶上面有一个水帘滴下来。我们继续前进。哇，看那个石头，哇，像一个人坐在那里啊，感觉很奇特。这个地上出现了很多火烧的痕迹啊，而且这个旁边呢有这种钟乳石柱。哦，大家看这个上面，看到没？这个上面有一个寨子。可以看到，这个上面有一个人工砌的堡垒，而且这个上面有一个像一个人坐在那里，看上来了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悬崖小道，然后通往了这个石头堡垒的上方。我们继续前进。哇，这个看着真像一个人坐在那里，感觉就像盯着我一样。看没？看是不是特别像个人坐在这里？实际上这就是一个钟乳石，上面沾满了硝粉啊，立在这里。因地势险要呢，所以就显得特别的明显。然后我们往前看一下，这个上面有人挖宝的痕迹。哇，这个探测仪还不赖啊，搞了40公分深，有可能是个小铜币。然后这边呢是用这个钟乳石块啊砌的一个围墙，这个上面的空间并不大，错落有致，有2层。差不多是，是吗？有个窗口是吧？哦，这个上面有一个窗口。对啊，从这边可以到我们刚刚那个乱石堆那里。哦，能看到吗？我们看一下，可以看到这个下面啊是沉积岩，这个沉积岩跟石灰岩它融为一体了哈，这个洞道还是感觉挺奇怪的。这个会不会塌下去？有可能。好，我们向前面走一下。那边很滑，小心一点。好。哇，这是一个大断崖哈。哎，这就是我们来时的路哦。是啊。不要走到边上去了，否则是虚空的。哦，对。哇，大家看，这就是我们刚刚过来的时候看到天上的这一个小洞口，实际上就是从这里上来的。这个岩壁上面有很多这种符号、符文，看到没？这是自然形成的，可以看到这个岩层上面有这种黑色的痕迹，这个就说明在洞里面生过火啊，长年累月的生火，这个烟尘呐，它附着到这个可以承载它的这种小平台上面，就形成了这种黑黄相间的这种景色。这里很漂亮。走，我们回到主洞道，继续前进，看一下阁老大洞究竟通向何方。现在咱们回到主洞厅，这个下面呢有很多干涸的云盆，然后我们继续向洞道深处前进。咱们从这里过来之后呢，这个洞腔就变得非常巨大了。可以看到这上面是有个洞腔的，但是应该和下面的洞道是相连的啊，看到没？
它是被水溶蚀出来的这样一个立柱，然后看起来呢就是几个洞道。我们继续深入，这里已经听不到地下暗河的声音了。整个洞道非常的干燥。哦，前面有人为遗迹，这有可能是削坑啊，造型图啊。这个还可以。啊，看到没有？别人把这个造型土给刨出来了。这规模很大呀！看，这个土烧了之后成了这个砖红色。这里有这个东方剑齿象的牙齿，这是上牙。想不到是阁老大洞里面还有这个东方剑齿象的牙齿。这个看起来也还没有完全成化石，还是骨头的状态。东方剑齿象距今大概是100万年到400万年之间。由于在这个洞里面没有风吹日晒，所以呢，这个还保持了牙齿原有的形态，还没有完全石化。可以看到这个灶跟我们现在农村的这种土灶区别不大啊。大家吃过柴火鸡的话，也看见过这种灶台，它下面是一个漏灰的，然后这个中间呢还有这个漏灰的洞。我们刨一下看一下。牙齿。好，我们不刨了，看一下牙齿。什么牙？什么牙？牙什么？哇！这个位置发现了3颗牙齿，看一下。咦，那牙齿很深啊，牙齿深得很啊。这个感觉像人的板一样。大家看这个石壁上面的石头，这样向下垂的，像不像这个长了虫的门牙？感觉非常的形象。我们继续前进，前面洞道还很深邃。那边那个应该是削掉了。削掉了门牙。这里面好干燥啊，踩一脚都冒灰呀。这边能听到一点点暗河的声音。咱们继续前进，这里洞道一分为二了，右边有一个洞道，左边也有一个。我们先走哪边？我们先走右边，这边能听到暗河的轰鸣声。右边呢是云盆。哇，这个云盆被干了，你们快来！看到没？这是没干涸的云盆，这上面有一个石幔。我现在呢就爬到这个上面来了啊。这个里面看一下，这边有一个裂缝，过去看一下。盲洞了，这边是盲洞，过不去啊。走左边那个洞道，这边成了盲洞。悬崖绝壁上的土匪寨你见过吗？历经百年风雨，如今是何模样？在贵分界的永隆山脉有这样一处悬崖匪寨，气势恢宏，地势险要，当地村民谈及进寨，莫不胆战心惊。百年来无人能进入其中，难道匪寨藏有珍宝？今天我们利用专业装备进入寨子核心一探究竟，探寻百年匪寨之谜，秘境追踪，探索极限。大家好，我是户外小北。现在呢，我们是一行9人去往那个绝壁匪寨一探究竟，看看里面还有哪些遗迹。好，出发。现在我们的方案呢是从这个石场子这样下去啊，然后从那个悬崖的侧面迂回过去。现在我们就已经到了这个横切的路上，它也是一条古官道，现在成了林间小道，荆棘密布啊。那么这座匪寨也叫黑风寨，时代最远可以追溯到南宋时期，当时是百姓建造了，为了躲避土匪。后来呢，土匪用了3年时间攻下了这个寨子，然后呢就把这个寨子给霸占了，后面又经过了改善啊，所以形成了这个气势恢宏的这样一个黑风寨。好，我们话不多说，就从这个悬崖绝壁包抄过去啊，干他！这里有一眼清泉，对，这可以直接饮用啊。
清泉离得不远有一口这个水缸啊，这个是用的青石板呢，这样拼接而成。这个连接处呢是采用了山河土，这个也是中国最传统的制造水井的方式。那么这边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悬崖小道啊，它是把它开凿成这样一个凹进去的这样一条小道。这个建造非常的奇特啊，可以说是因地制宜。这前进的路还是非常的坎坷的，可以看到这荆棘密布啊。咱们继续前进，快看！匪寨就在那里，那就是黑风寨的入口啊！我们现在必须从旁边迂回过去，然后再从那边横切过来，就可以进入这个匪寨的核心部位。看到没有？那个石门在向我招手。上面全部都是爬胶的，都没有。上面有个门，啷个上去的？你也上去了哇！哦，爬那根红藤枝能不能爬上去？你从那边过来不到嘛？那个老声音。哎呦，被那个青石砖慢慢砌起来的。从这个就可以去。哦，我从那个这样的。对。现在我们所有人呐，都在这里犯了难，因为在这里有很大一个自然的洞口被封住了，可以看到这个青石的砖啊堵住了，最后就上面留的有个洞口，但是这里立地大概是个10米高的高度，无法上去啊，这个很难搞啊。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只有这样横切过去了，去找那个核心部位。匪寨就在那个位置啊，这时候我们已经抵达了核心部位的正下方。现在呢，第一位细毛狗洞的内部，你知道是何模样吗？这里是新加坡毛狗山，脸盆大的毛狗洞时常吞云吐雾。那么内部真的有可怕的毛狗精吗？我们决定带上专业设备对其一探究竟。拍摄不易，感谢支持。毛狗就是这边出来的狐狸，是不是？哦，就是这个意思哦。狐狸精哦，嘿嘿嘿，这个我喜欢。当地老人对这个毛狗精的传说是深信不疑啊。今天大家就跟着我的镜头，咱们一行6人正式进入毛狗洞一探究竟，看一下在里面究竟会有什么样惊奇的发现。这是个什么石头？你运气太好了吧！一个陨石，我去。看这上面有那个熔烧的痕迹，这陨石在经过大气层的时候啊，经过燃烧留下了这种胶状的物质。里面是不是有红丽姐？你看一下吗？那看一下。我的天哪！这太窄了吧！这个就是令当地人闻风丧胆的毛狗洞的洞口，据说这里面有毛狗精啊。今天呢，咱们进去就是为了去验证这个传说，看一下是真是假。好了，接下来大家就跟着我的镜头啊，咱们利用祖传的锁骨功进入这个狭窄的洞口，大家一定不要模仿。好了，我们开搞。这里呢，必须采用这个倒退式，为什么呢？因为你万一被卡住的话，你可以爬出来，看到没有？这就是祖传的锁骨功，这就进来了哈，这个非常的狭窄。哇，下面是个竖井，还要下，这可能要布绳了。这里面好多虫子，要布绳这里。这里马上又是个竖井，现在前期探洞王正在往前面探索。这个洞壁上面有特别多的这个灶马，这个隐隐约约还能看见有台阶，可以看到我站的地方和我面前都有台阶。今天将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次探索，大家别忘了点点赞。火门也下来了，好多凸灶钟，洞道是一直向下行的。往那里有只油盐不安全绳索，准备下降。这个下面居然有人为切的薄坎，这个下面难道有人为痕迹吗？咱们继续下降，已经下来了4位队员，现在户外向阳正在下降了。这下来了之后，空间变得非常巨大了。看这里，这是一个竖井的底部吧？哇，好漂亮啊！天哪，看这个钟乳石幔石旗，像城堡一样，好漂亮啊！而且这里洞墙很高，差不多有10几米高。它的主洞道呢是往右手边这边去的。现在户外参观已经去前面了，看这里有个千年一吻，上面的石钟乳跟下面的石笋啊，已经要结合在一起了。哇，这个叫什么东西？石幔石寨。
哦，这个是石幔，这个往下垂的这个叫石旗。哇，这里像先头是这样的，真的。哦，你比划一下，像什么样子？这个它那个头是这样的吗？哦，真像啊，真像！你这么一说，真的像啊，真的像。我去，这洞里面完全没有一点破坏的痕迹，整个就是非常原始的状态，有一种原始洪荒的感觉。所以今天的探索呢，将会非常有意思，不管能不能找到这个传说中的毛狗记。真的是不虚此行了，难以想象那么小的一个洞口，咱们进来竟是这样的天地，是透的哈。对，好漂亮，哇，你看那里面像白玉啊！我们来来，你把那光灭一下。我来去，好通透啊！这个，哇，这个厉害了，感觉灯打上去把整个都会照亮的那种。是啊，哇，看这个好漂亮，又有竖井啊，前面又是竖井。咱们继续前进，都完全没有遭受过破坏的洞穴，是不是特别漂亮？现在呢，咱们开路先锋前溪探洞王在前面发现了有竖井，我们准备布安全绳索继续下降。这里下去还不知道有多深。这个上面呢，洞腔很高，整个就是非常原始的状态。这个钟乳石我们没有破坏，布的安全绳索继续向下面去的。这个下面呢是个小裂缝，然后洞到了是从三官哥那个亮光的位置，往右边90度的转弯过去了。前溪探洞王啊，正在往那边前进。这个洞道依然很深邃，极有可能会发现毛狗。在火门这个正下方呢，有一个黑洞，我刚才投石温度大概是一个30-40米深。然后等所有的队友到齐了之后呢，再来商议探索方案。咱们在这里商议了一下，那个洞呢，待会儿我们回来再探。这时候呢，我们继续沿着它的主洞道，先往里面深入的探索一下。小断崖降下来，我们就到了这个河谷当中。这个地上布灵布灵的，非常的闪亮，像钻石铺落一样。我们继续前进，继续深入。哇，这一整片都是的。哇塞，这里还有牛彩。哇，这里还有牛彩，看到没？这太好看了吧！什么叫流光溢彩呀？现在咱们从这个流光溢彩般的黄泉河道走过来了。这时候我走到一个裂缝，豪哥在下面。这时候黄山和这个前溪探洞王和三官哥已经走到前面去了。前面还有洞道吗？有非常漂亮的石花。那咱们去看一下吧。在这里发现了这个像魔鬼的爪牙，这种正在生长的钟乳石。这个鹅管呢，在经过成千上万年的演变之后啊，它这个洞里面的湿度非常大，有很多非重力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雾气，在上面沉积呢，就会形成这种不是垂直向下的啊，就会形成这种弯弯曲曲的这种石笋啊，非常的漂亮。我们现在呢，继续沿着这个裂缝深入，去看美丽的石花。这个洞腔特别奇怪，12硕大，12狭小，12怪石嶙峋，12宽阔平坦。大家看，我们现在过来了，看这个石旗，好漂亮啊！哇，这一整片都是，这是一个非常原始的状态。可能探索到这里的人呢，就只有我们了。哇，现在上面出现了一个野生队友，哇，这是几层啊？不知道这个毛狗究竟是藏在哪一层呢？这个我们现在也不太关心了，已经被眼前的这个美景啊给迷住了。跟袍哥汇合了，上不去啊！看这个上面的钟乳石，好漂亮啊！我们探过这么多的洞，但是这个洞啊，确实让我感觉非常惊喜。可以看到这上面的石旗啊，哇，像关公的大刀一样，当当当当当，像编钟一样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嘿嘿嘿，跳钢管来。哇呀，大眼睛！哇，这个小裂缝进来，再就没有别的洞道了，这里结束了。
这个就是毛狗洞，右边洞到了最深处。我们现在原路返回呢，去看一下那个刚才的那个无底黑洞。原路返回，这时候火门在过这个小卡门，哇塞，个子小有个子小的优势，我不知道能不能挤过去，你试一下。5米8几，5米8几。你必须要用这个祖传的这个什么缩骨功啊，缩骨功啊！你看，看到没？看到没有？帅不帅？咱们在这个洞墙里面呢，确实是发现了非常漂亮的石花，而且有那个金银剔透、钻石铺道的那个黄泉河道啊，但是在里面依然是没有发现毛狗精啊，这很有可能就是当地的老人遇见了这个狐狸，然后跑出去。这以前呢是生态比较好嘛，有狐狸在这个洞穴里面栖息，他们编出来的这么一个故事啊，大家不要相信这些封建迷信。好，本期视频呢，由于时长原因，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下期视频我们进入这个无底黑洞，去里面一探究竟继续寻找毛狗的踪迹。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这里是千里乌江上的一处神秘溶洞——乌家洞。相传100年前的密道深处暗河纵横，自古无人进入其中。洞口处于悬崖底部，如今只能依赖绳索前往探秘。究竟暗河通向何处？悬崖仙草又是何物？跟着我的镜头，将此洞穴全程探明。我的队友在前面开道啊，我们可以看到，在我面前呢，就是非常美丽的乌江。这条美丽的乌江，不知孕育了多少神奇的传说。我们再看我脚下踩的这个石头，这是典型的火山岩。可以看到当时这个岩浆的走向啊，它是斜着这样流下来的，而且里面还包含了一些不同的石质，看到没有？沟壑纵横，特别漂亮。哇，这里风景真的太美了。好，咱们继续出发，不多纠结了。这个林子真的很难钻啊，全部都是低矮灌木，而且是荆棘遍地。看，这里我发现了一个好东西。这个东西叫蝉蜕，就是那个支柳啊，幼虫变成虫的蜕了一层皮，叫蝉蜕。蝉蜕，这个也是一味中药。我们继续前进，马上就要登顶了。现在我们到了下降点啊，这时候呢已经是做好了锚点，然后我们身上是有这个绳索保护的。我给大家看一下下面的环境，这里下去非常的高啊，可能在70米左右。我们现在准备布绳，做第1锚点，然后呢，在这个磨绳的地方要做第2锚点，然后就可以进入乌家洞一探究竟了。大家期不期待？因为从这里下去会有点磨绳所以必须现在山里跳已经先下去探路了。现在呢，我就再过这个第1道锚点啊，因为这里有点磨绳，大家也可以看到这是摁在这个石头上面的。然后我下面呢是可以说是有几10米高啊，非常的危险，大家一定不要模仿。现在呢，我就下去了。我的天哪，看我发现了什么！天哪，看到没有？这个石豆兰啊，又称10米。好，我现在荡过去给大家看一下，这里还有。天哪，这太难得了！我的天哪，这只有这个悬崖绝壁才会有哦。然后这里还有，我的天，给大家看一下，非常非常的漂亮啊！但是我们不要去动它，我们继续下降。我的天，这太难得了，已经下了20-30米了，下面还是很高啊，可以看到下面的公路了。胜利就在前方，咱们继续下降。最后一级平台啊，这里下去就能够到达那个洞口了。可以看到这个洞口了，距离公路还有一个20-30米的距离，下面是悬崖绝壁，爬不上来啊。这样锁降是最好的方案。以前是有路上来的，但是现在路断掉了，上不来，就所有只有锁降。哦，现在成了一个秘境之地啊！现在咱们就从这个上面降下来了，
可以看到这里曾经呢是进这个乌家洞的一条小道，然后前面那里山里跳去看了一下，那里是挖断了。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洞口，哇，有一个石墙啊，这边有个风筒，现在这里面的风筒啊，这个是守门风哦，守门风，我操！是啊，这就是乌家洞啊，乌家洞的洞口呈一个金字形，是一个三角形的洞口。好，前面看着非常的深邃啊，可以看到那个洞口是从那里上行的。我们现在呢就看一下这个洞口了，明显的是被打整过的啊，搞得非常的平整。这里曾经在旧社会应该是住过人。好，我们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洞道深处去一探究竟。这里爬上来，洞道就变得非常的狭窄了啊！哇，这里有个密道，看到没有？啊，这明显是有这个人为堆砌的痕迹。哇塞！然后里面好像还很深邃啊，这里被刨开了一个口子。那么这个密道里面有什么呢？我们现在就从这个狭窄的裂缝钻进去一探究竟。走，继续出发。哎，这非常的狭窄啊！哇，里面还很宽！我的天！快来，快来，快来！阿志正在前进，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围墙还用三合土封过。我们再看前面，它是非常扁狭的一个洞道，继续往深处延伸的。咱们继续前进。哇啊，高度不足1米啊，真的很憋屈。好，走吧，咱们继续出发。我们刚刚是从这边过来的，然后这里呢人就可以站起来了，别的高啊有3米左右。这是什么？右边有一个洞道。嚯，这里我靠，这是个小坑吧？但是这个地上已经有了钟乳石，而且有这种非常小型的云盆。咱们继续前进。深不可睡。我的天！咱们继续前进。想不到这个乌家洞里面是这种环境啊！要是那里堵死了，我们完全不知道这里面有这么大一个洞厅。石洞到了。啊？石洞到这里有一个水池。水井。我进去看一下。走。这是一个非常远古的水井，看到没有？这上面都已经钙化了。这可能在雨季的时候，这里还是有水的。是个什么情况？转弯了。转弯了，继续前进。要爬了。好，爬。哇，这前面空间很窄啊！看一下。哇塞，这真的很难钻哦。这里面这边是死龙道。哦，这不会就是乌家洞的最深处吧？我去，看这个钟乳石好漂亮啊，上面一闪一闪的，非常的好看，而且这是非常原始的一个状态，没有遭受过破坏。可以看到这里白色透亮，还正在生长啊。这洞顶呢是挂满了形形色色的钟乳石。哇，看这个，这上面像锯齿状一样，形似那个恐龙的背鳍。哇，太漂亮了这个。我们刚刚从那个洞道退出来了，现在回到这个大洞厅，然后周围查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洞道。不会这个乌家洞就这么浅吧？这边下面看一下有没有洞道。锁降了这么远，然后下来了之后，如果洞道没多深，那就有点可惜了。快过来！什么？发现一个支洞。阿芝说发现了一个支洞，我们过去看一下。哇！什么情况？上面有一个小洞口，但是可以钻过去。试一下。这个洞道不足1米宽。看，就是从这里。哇！刚好人可以钻过去。看一下上面是什么情况。好，爬过去看一下，试一下，试一下，小心点啊！这个你要侧着身子，我感觉。对，我也是这样感觉。但是，等一下，哇，那边很大一个洞厅。很大一个洞厅吗？对，爬过去啊！哎呀，
侧着身子啊。嚯，这像我们上次钻那个脱身洞一样啊。对，这个什么环境？那边是个什么环境？多大一个洞天？很大洞天啊。对。好，那你把包接过去。好。包都卡不过去啊！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洞有多窄，这可能就1拃宽2拃高。我感觉你有点困难了，那试一下吧。你要比我还更快一点。脱身洞。有点难，是有点难。这有没有像那个孙悟空被压在五指山下面的那种感觉？对，好，来，哎呀，我勒个去啊！哎呀，看这个下面有这个塑化玉，看到没有？特别漂亮。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这里是什么样的环境？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洞厅，然后这边有很多断裂的钟乳石，看到没有？然后这个洞道是往下走了，我们继续往下走。这里来的人感觉非常的少，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钟乳石从上面塌下来了，可以看到这里有断裂的痕迹。哇塞，看这是什么？哇，这像是一个手把剑，看到没有？非常的光滑啊！哇塞，不管它，咱们继续前进。这里下去一个小断崖，而且有很多稀泥，阿志已经在前面去了，咱们继续出发。前面什么情况？前面蛮需要小心点哦。有稀泥吗？嚯！这里我感觉在雨季的时候，我现在是在水面以下，这上面有分界线了。我的天呐！继续前进。这里面会不会有那个搁浅的鱼哦？你等一下我哈。前面洞道还宽不宽？宽。一人可以通过。想不到乌鸦洞里面是这种环境，我估计我们是第一波来到这个洞里面这么深的人了。好香！前面什么情况？前面好像是个地下河，是消水的，不知道最深是个什么情况。哎呦，慢一点，继续出发。这个水我感觉是往外流的，有可能啊，有可能有别的出口。你说有可能有出口吗？对。那我们去那么多洞，最后都是消水洞，这个也可能是消水洞。看一下吧，我们必须干到洞道最深处。慢一点啊！你说这个乌鸦洞里面的这个水是怎么来的？我们刚刚爬过那个最狭窄的那个地方，它有没有那个水？像这种地方一定要这个手脚并用。哎，看我这个汗，我觉得这个洞里面太热了。看我这个汗，太低呀，看到没有？好，我们继续前进。这前面往上去了。过来。什么？对，有小断层。断崖。但是可以下去。没带绳子哦，绳子全部在那个悬崖上面挂着的。这里应该可以扶你下来。下吧，下。好，我们看一下里面究竟是通到了哪里。我操！这个。小心呐，小心呐！哎，2米。2米高。能不能下？能下。下。现在已经从这个上面下来了。这是一个云盆，看到没有？对啊，这在雨季的时候肯定是有水把这里淹起来的。这个洞体结构非常的稳定了。走，咱们继续出发。哇，前面有光，看到没有？走，出去！哇，
我妈，这是个悬崖，这里是个悬崖，断层啊，断层，又是断层啊！看到没有？哪里有光？我的天哪！吴家洞被我们全部探明了。我的天，这有点高哦。哇靠！看到那个出口就在前方，但是这里有一个断崖下去，有3、4米啊。我们想点办法，看能不能下去。看这方方正正的卡门，我们现在下来了，前面就是出口，走，出发！好，终于出来了。我的去，又穿了一个洞啊！说实话，穿这种洞，感觉非常的惊喜啊，有点成就感。特别有成就感。但是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啊？哇，很多夜明砂。这前面很多乱石啊，全部是乱石。我看到了公路的护栏，这有可能就是我们。哦，这不是啊，这是黎巴嫩。看到没有？这是哪里？这原来可能没穿，后来修路修穿了。对，我勒个去啊！看到没有？吴家洞是通往了这里啊，这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采石场，感觉。现在山里跳还等着我们回去啊！他没想到我们已经把这个洞给探明了，我的天！好，那到目前为止了，这个吴家洞就全部探明了。以往没有听老乡说这个洞有被探明的这个传说啊，可能是因为在雨季的时候，中间那个泥潭那里是有水堵住这个洞口的。他们说里面有暗河，但是可能我们来的刚好是时候啊，就通过了那个干涸的暗河，然后走到了公路的这一面。可以看到这个洞口是被炸出来的，要是没有修路爆破的话，可能这个洞口是被封住的，有可能这里曾经就是洞到了最深处，但是这个外面的山体被揭开了一层，所以呢这个洞呢也就通到了这个山体外面啊。好了，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吴家洞全部探明，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丽的风景，拜拜拜拜。这是一处100年来无人涉足的峡谷天坑，据当地采药人透露，天坑底部有一古堡，是清乾隆35年刘员外所建，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因被匪患，刘员外撤回天坑，再也没有出来。如今内部情况成了未解之谜。那么古堡是否真的存在？随我利用专业绳索技术实拍刘家大坑探秘之旅。据说这个坑呢是200多年前啊，刘家员外啊在里面藏宝的一个坑。最后呢，人和那个宝物啊都没有出来，坑的深度呢是至今无人探明。今天呢，我们采用专业的 SRT 技术进洞一探究竟。好了，开搞！到了刘家大坑的坑口啊，我现在做好了保护，我作为先锋呢，率先开线。可以看到这个下面非常的高，悬崖绝壁，但是这个是密林啊，大家也许看不出来。下降了50多米，准备在这里做一个保护站。下面呢就是这个200多年来无人问津的刘家大坑，下去还有30多米。我现在在这里做了保护站，发现了这个大黄金，也就是大家说的这个老虎姜，好大一株啊！我的天哪，长得很肥啊！由于身在这个悬崖峭壁呢，到现在长得这么大都没有被人挖走啊，我们也不要伤害它。但是它刚好在我们布的下降线路上面，我们必须轻脚轻手的落过它。好了，继续下降。那边有一个洞穴，这边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从这里看上去有一种阎王沟的感觉啊，这个刘家大坑感觉还挺吓人的。继续下降吧，上面呢是户外下羊，下面是寻途户外袍哥，哇，很顺滑的就下来了。在我手指的那个方向呢，有一个雾气升腾的狭缝，那个应该就是这个刘家大坑的主洞口。这个跟我们上次在武隆那边探的阎王沟极其相似，可以说地形地貌植被啊都是一模一样，不是极其相似，真的是一模一样。我感觉我们都穿越到重庆武隆那边那个阎王沟去了，真的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啊！因为这下面也是一个长的狭缝啊，但是这个规模呢就比阎王沟那个要小多了。从这里看上去呢，四周都是绝壁啊，也是有当地采药人呢在这里啊
进行了多次探索，都没有探索到这个天坑的底部。我们今天呢，就对这个刘家大坑进行一个彻底的探险记录实拍。好了，话不多说，开搞。据说这个刘员外啊，带着他的家眷40多口人啊，进入了这个坑洞，就再也没有出去。那应该是阁楼一直到洞口上去的。啊，有一个廊桥这样过来的。对。哦，这里要盯盘几步。现在我作为先锋呢，已经先过来了哈。这里上去阁楼已经不见了，但是能够看到石壁上面的那种方孔。从这里做盯盘系统上去吧。那上面还有神桥，还有一个天生桥。哇，从这里这样布线上去，完美，开干！我采用了专业的盯盘技术，越过了这个水潭，而且从这个旁边呢是上来了差不多5米的距离。可以看到这个城墙就在我的前方，我们现在用不了多久就可以进入这个洞口了。好了，继续开干。从这里呢能够看出，这曾经是有人在这里居住过的，打的有这种圆形的方孔，那里也有一个，这个对面也有哈。曾经这里修的有一个廊桥，这里有这种小窝窝。看到没？然后洞口就在上方，我现在布一个大 U， 然后让队友他们从这个大 U 过来，他们就没必要踩下面的水潭了。好了，我们继续开搞。这里明显有人为生活过的痕迹，看到没？老碗哈。然后这个前面是什么情况呢？我们继续前进。哇，前进锤子，这前面有个洞，那边有一个洞，但是这里过不去。这里曾经应该是有桥，不知道下面这个断崖有多深，我们丢个石头看一下。看啊，投石问路。我的天哪，这里有30-40米高的一个断崖，对面啊，大家看那个对面有城墙，然后那边还有木板，看到没有，黑色的。我的天哪，这怎么进得去呢？有可能这里要做一个点，然后这样布过去。这里过去宽度并不宽，可能也就3米左右，但是这前面出现了个大断崖，这个有点难搞啊。我们等队友上来了之后再来商量方案，因为这里下去非常高，而且岩层不稳。我现在挂好了保护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大断崖。哇塞，下面是深不见底，雾气蒙蒙的。做了双套保护的，因为我比较害怕。来看一下这下面，哇塞，这就是一个无底黑洞。然后在这边呢，豪哥已经将线开过去了。哇，人工起的宝坎，这里还有一个阴沉木，应该是曾经做这个木桥的木料。这个下面有个碗底，还是树胚。向阳也随着这个安全系统过来了。可以看到这上面有一条走道，它应该是通到了这个洞道的上层。我们上去看一下，这里非常的潮湿啊，应该是不适合人类居住。这个上面做的有这种堡垒，刚刚从这边下来了。袍哥在那个里面探索，我们看一下，这里有青花瓷碎片。看到没？这里有一个断桥，能看到外面的光景啊。曾经这里应该是一个哨台，这里爬上去应该是一个睡觉的地方，因为这个上面相对来说要干燥一点，也只能说是相对来说。现在我们脚下踩的呢，就是一个平台。人生何处不相逢啊！现在就是去那个小路啊，这里。对呀，一条小路这样过来，这个上面还有一个台子。现在还有煤炭，看到没？这里有个灶台，看到没？哇，这个灶有点意思啊！看到没？它好像外面有个铁桶，还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哦，不是，这是一个土炉子。这里有个炉子。啊，有个炉子，这种非常的少见，我还是第一次见。哇塞，人躲在这里躲土匪，我的天哪！
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哇塞！从这里看出去，风景非常的不错，但是非常潮湿啊。黄山哥在下面过大油哈，这个裂缝。好，我们参观完了这边呢，再去那边的大洞道去看一下。大家不要以为进这种寨子就是为了寻宝啊！你说这有什么保障吗？这根本就是没宝的哈。哇，活宝！哼，这里有个活宝。因为这个寨子啊，它要么就是土匪寨，要么就是防土匪的这种寨子。他走的时候呢，他就会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搬光。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是说他曾经在这里生活的一些遗迹。不要以为说进这种寨子就是寻宝啊，这啊那的，不可能的哈。不过这个寨子应该是几百年来，我们算是首次进入这个寨子。这个地上有很多夜明砂，夜明砂呢就是蝙蝠的粪便。应该到了晚上这里有很多蝙蝠在这里栖息。我们随着这个悬崖走道一直深入，向阳呢就过到了这个大洞窟。这里面有一个小水井呢。小水井，哇，这里还有2层洞道，看一下上面是什么样的环境。洞墙大了很。洞墙很大，上去探索一下。什么？上面还有很大洞墙看，上去了。有没有人为遗迹？我撞过这个。哇，大数据。这个也过不去了吧？上不去了吧？这里上得去。啊？这里上得去。这也可以上去，上去不知道有没有洞啊？但是风景很漂亮。哇，好震撼啊！这个。这里有水下来吗？对。哇，这好震撼，要垮了，我操！看好全哦。但是这个被水溶蚀出来的应该非常结实，可以看到这旁边全是水冲石。我们到这个上面去看一下，这应该是水溶型的，我感觉。我们从这里上来了，大家觉得这个是冲蚀型的，还是水溶型的，还是塌陷型的？我感觉这个是被水溶蚀出来的。大家看这里有个水潭，哇，这个钙化石好漂亮。再看这边，这个上面没有洞道了，因为袍哥在那边发现了这个新鲜的树叶所以我从这里爬上来了。现在牛郎织女了吧？对啊，看到这里是断崖，这个树叶从哪来的？我从下面徒手上来了这个树叶从哪来的？我现在去查看一下，看这里是不是有别的出口，或者说是一个天坑的底部。我们继续前进。我以为这边有洞道，实际上并没有啊。这个下面有一个台子。再看这边，这里也有树叶，看到没？那个上面有个洞道，应该那里是连通了地下暗河。哇塞！应该在雨季的时候有很大的水从这里冲下来的。那也就是说，这个刘家大坑里面它是有几股山泉水的汇入。这里面还发现了地下暗河，但是我们是从它的出口往上面探的，所以这里看起来就是这种。我们几个人全部过来了，但是还是没搞明白这个竖井是如何形成的。比如说这个刘家大坑寨全部探明了，里面搞不懂。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就从这个刘家大坑寨子里面撤出来了，在里面呢没有发现这个老人传说的什么锅碗瓢盆这些东西但是在里面呢发现了大量的人为宝坎，没看到刘元卫一家40多口在里面生活过的痕迹，有可能他们是在当地村民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撤走了，所以里面是空空如也。在里面发现了一些竖井确实是特别的震撼。这时候呢，我们就爬这个150多米的绳子，准备出这个刘家大坑了。也希望能够坚持看到这里的朋友能够给一个小心心，探索不易，且看且珍惜好了，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丽的风景，带你揭秘更多的奇闻异事。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1、2、3。你看那个洞，看到没有？令人谈之色变的龙潭真有那么可怕吗？龙坑被誉为小溪第一坑，据说此地为清江流域长阳段2线水。那么这处与世隔绝的100米深坑底部，是否会有震惊世界的发现？跟随我的镜头一探究竟吧。据说下面有神龙盘踞啊，今天呢，咱们就下去看一下，这个传说是真是假。下来之后就是一片密林啊，这个密林当中呢，有这样一条林间小道，这里有紫锦，看到没？这个紫锦是比较少见的哈，非常多的绿色的青苔，太漂亮了，红妹儿。踩在上面软软的，哦，很舒服。是的，可以在这里露营，对不对？软软的好舒服呀。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龙坑下面呢，它是有2个山洞，在我左手边是它的上游，这边有一个洞，然后在阿志那个方向是它的下游，那边也有一个洞。从那边过来，这里呢就是龙潭，龙潭的这个水呢是深绿色的，不知道这个有多深呢。那边有一个洞道，但是洞道的宽度差不多是2米左右。如果有龙的话，我相信这里它是跑不出来的。再一是看这个绿莹莹的水，应该有几10米深的。哇，好深呐！再丢一个，咚，好深的水啊！现在呢，我们是处于这个龙坑的上游，这里是出水洞。阿志去的那个方向是下游。这个潭是不是特别的神秘？要是咱们的点赞能够破10万的话，我们就用水下无人机下去一探究竟了。传说这个下面有一座大墓，大家想不想看呢？那就疯狂的点赞吧。刚刚我的队友他们在这个水潭的旁边发现了一个侧洞，这里面有一个竖井下去。这时候我们把开线工具和绳子拿过去看一下，那个竖井是否能直接抵达这个下面的龙宫。这是非常远古的东西，这个地上有很多这种钉臼，还有下面还有一个盘海夹子。哎呀，这个还挺好看啊，这个挺好看。哦，这个竖井感觉深不可测，这里需要打点布绳。前面有竖井吗？前面没有竖井，前面还有洞道。啊，有多高？感觉不足100米吧？不到100米。不到100米。不到100米，敢不敢？虚不虚火？虚不虚火？洋洋？也滑不滑？做好了保护，我们准备下降。不到100米的小竖井，好。小 case 啦。虚火哟，还是？上了20米左右，我们看一下后面，完全悬空。这里还有很大的空间啊，继续向下去了。我们继续下去。从这里降下来了，这里出现了石的沙土。嘿，那里有化石，好像化石哦，不对，哦，看我脚下踩的什么？漂亮的水冲石啊，这好大一块。这里是好像已经干涸了的地下河，这里也有一个漂亮的水冲石。哎，这石头挺好看，看这个满目疮痍的感觉。这里在夏季的时候肯定是埋在水下的。好漂亮的水冲石！前面这个空间又是通向哪里呢？哇，这看着有点害怕呀！我的天哪！这里发现了一个深不可测的龙潭。不知道它来自何方，又通向何方，但是是一种很深的感觉。我的天，这都绿的发灰，最少是50米深。这要是有水下无人机或者洞潜设备的话，下去看一下，非常的神秘。有请火妹儿。哇！哇！
咱们丢个石头看一下，有头10分钟。来，1、2、3。你看那个炮，看到没有？啊，我们等一下，这个没落地，这个不是落地的炮。起来了，看那个炮，这才是落地的。哇，深啊这个！哇，这真的有点深了，深不可测。哇，这个我想一个猛子扎下去的话，效果绝了，但是没人点赞，我不炸。现在我们用一根绳索将相机放到这个裂缝当中去看一下哈。我们看一下，这时候再慢慢下放。这是一个扁形的裂缝，人是下不去的。那么这个深潭呢，我们周边查看了一下，没有别的洞道。如果需要下去探索的话，就需要洞潜设备或者是水下无人机了。但今天我们下这个天坑太过匆忙，所以没有用水下无人机探索。下次我们把水下无人机拿过来，大家不要走开啊！这个天坑呢，未完待续。最神秘的就是这个龙洞了。看这个沼泽，我们必须赶在枯水期来探索这个洞，不然的话，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这个碧水深渊的下面。好了，准备爬绳上升。哇呀，厉害！哎呀，这是祖传的绝技啊！口技叫口技。你再喊一声。我听完了这个春妹的口技，我们这时候就准备向它的下游前进。这边青菜要少一些，有人吗？哪边那里？到头了。右边那里。强光手电打亮整个洞上。下面没有洞道。这边也没有洞道，这边开始烧水。那边呢？那边也没有洞道。那边有个穿洞。哦，那边是个穿洞子。结束了，兄弟们。啊？还没尬4就结束了。到目前为止呢，这个龙坑就全部探明了。下游呢是一个小水洞。下次我们带水下无人机，或者是有喜欢洞潜的朋友，咱们可以一起探索。那本期视频呢就拍到这里了。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丽的风景，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探险之旅。拜拜。